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nia。我现在在福冈居住快要满1个月的时间了，想说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福冈数位游牧会需要注意的事项，像是要去住哪里啊，怎么找到你的 community， 去哪里运动，有什么好吃的，还有近郊的旅行，以及信卡、保险等等相关的问题，我都会在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。我自己觉得数位游牧最快乐的地方之一，就是可以慢慢的去品尝美食，不用像短期的旅行，你要一次收集所有清单，然后行居踩点，在短期的时间吃入过量的食物，可以慢慢的去品尝跟收集自己的口袋清单。那讲到福冈美食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拉面，像是一兰拉面就是在福冈发迹的。那除了常见的豚骨拉面之外，大泡捞面也是福冈特色之一，吃起来会比较有一个浓厚的气味。另外，番茄拉面也是九州的特色之一。另外比较有名的还有 Motsunabe 内脏锅跟水炊锅，还有明太子的料理。有点紧张，真的 OK 吗？Sorry， 真的没办法。那福冈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屋台亚太。它其实就是一个晚上会推出来的餐车，对于可能很熟悉夜市的台湾人来说，可能没有到那么特别。不过我觉得还是蛮值得一试的。那我最喜欢的亚太体验是日本朋友带我去的，它的拉面很好吃，明太子玉子烧也不会过甜，然后炒面也非常的好吃。另外，我想要推荐的是我最近才2访的茶碗蒸专卖店。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它入口即化，超级像那种嫩豆腐的口感，很好吃很好吃，但是融合在一起的。我们要用我们之前在 Kyoto 的一个新系统，就是第一次好吃不算好吃，第二次回吃也好吃，这才叫真的好吃。说真的，京都第2次好吃，我大概就是3家而已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一个很不错的评判标准。住2个月吃了这么多家，然后就让我们可以回去吃还是好吃，那真的是那种惊艳的那种好吃。回推这家店，茶碗蒸专卖店。目前我身后是我在福冈旅居吃到最好吃的 Izakaya， 它晚上的氛围超级热闹可爱，店员都非常的热情，而且每道食物都很好吃。像是我就吃到有鱼鳞的炸鱼啊，然后还有炸马铃薯配温泉蛋，再加上 cheese， 还有一个勾芡炸豆腐，但有一个柚子的提味，所以吃起来不会非常的腻。甜点也意外的还蛮好吃的，推是我在福冈旅居第1名的餐厅。但如果你想要吃甜点的话，第一间我想要推的是 Donut， 真的颠覆了我对于一般甜甜圈的想象。那我自己首推的会是它原味那种没有夹任何东西的版本。个人非常喜欢的是你排队排到最里面的时候，会看到一个冷藏区，可以选择包有开心果奶油的版本。那如果你喜欢吃巧克力的话，我推荐你可以去一个店叫做 Green Bean to Bar， 它是一个巧克力的专卖店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巧克力礼盒。然后你在试吃的时候，我真的会发现它非常的有层次，有些可能会带一点果酸，然后有些会是你吃一口，然后慢慢到后面还有点尾韵的感觉。同时，它也有贩售各种巧克力饮品，还有巧克力甜点。如果你想要工作的话，那个地方其实也开到蛮晚的，所以也推荐给大家。再来娱乐，以日常来说，我们有去玩 arcade game， 还有卡拉 OK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去看艺术 club， 还有艺伎表演。晚上骑车去泡温泉。再来日本也必须要泡汤吧。我自己最常去的是一个叫做波叶的汤，1楼是 onsen， 然后2楼是岩盘浴，强烈推荐大家一定都要购买那个岩盘浴的套餐。你换上一个非常 chill 的衣服，然后那边有非常多的漫画杂志，还有各种蓝骨头啊、吊虫等等，然后你可以在不同温度的房间还有冷气房躺来躺去，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消耗一整天，而且那边也有食堂，所以你饿了也不用担心。另外，我们也安排了1天去 Team Lab。
它相较于东京的厅大就比较逊色一点点，比较快看完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喜欢的。而且在厅大那整栋楼也有很多娱乐设施，像是 VR game 啊、arcade game 啊、百货，然后旁边也可以看棒球。如果你喜欢看棒球的话，这个在福冈是非常有名的。同时，在 mall 的顶楼有一个叫做绝景三兄弟，可以去玩攀岩，还有一个有点像是溜索、云霄飞车的设施。同时，你可以从8楼溜滑梯到1楼。Oh, I kind of regret it. Goodbye. Oh, that's not bad. Oh! 今天是要去别府的一天，它是九州有名的温泉之乡。然后今天也是我第2次搭这边的地铁，千神区真的太方便了。从机场过来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拿出我的 SUI 卡。呀 ，Go Go！ 如果你喜欢泡汤的话，可以搭 JR 去汤布院或是别府。我自己个人觉得别府是我这次福冈的 highlight 之一。我们住了一个2层楼的旅馆，然后老板娘超级可爱又热情，然后同时我也体验到了我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药草沙娜。然后晚上我们也在一个真的是有点神秘的5、60年代风格 jazz bar 去唱歌跟跳舞，我非常喜欢。如果你是历史迷的话，可以去拜访长崎，只要搭1.5小时的火车或是2小时的客运就可以抵达。那它作为一个早期开放的港口，其实有中西日文化的一个混合风格，同时也可以参观原子弹核爆的原爆资料馆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这次还特别往东拉到了一个靠近海边的住宿，叫做月遗海。哎，很美，外面。开咯。好，开。Oh my god! I can't really capture it, but yeah, it was amazing. 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吃便当。耶！便当。下一下接什么？很好吃啊。用筷子吃确实是必须的吧？哇，超美！后面还有一只猪猪。哇！咪苦，你明明就没有在看。我有在看的。那如果你想要参观自然景观或是火山的话，你也可以去熊本跟鹿儿岛。想要跨国的话，从福冈到釜山其实有船可以抵达，大概只要3小时台币1600块。所以很多福冈人他们有时候周末也会去釜山 party 一下，吃东西，然后过个周末再回来。不论是对于旅客或是数位游牧工作者，其实住宿都会是非常大的开销。价格之外，你选择居住的区域也会非常关键的影响你的旅居体验。那以福冈的市中心来说，我觉得它大体就可以分成3个区域，分别是博多、天神还有大好公园。另外，唐人町、西新、药院这几区也是一个蛮适合选择居住的区域。博多它就有点像是台北车站的感觉，发展的比较早，是交通枢纽。那天神比较像是后来的新兴区，比较像是中山区的感觉，有很多小店啊、咖啡厅、餐厅的选择，同时也有百货可以逛。那大好公园比较像是一个大安森林公园的感觉，相较离所谓的这些闹区、逛街区远一点点。
Good morning！ 我现在在福冈的 O'Holley Park， 它的特色就是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，然后不论是白天或是晚上，都有很多人在这边运动啊，骑脚踏车。住宿想要有一个很容易可以运动的地方，其实我还蛮推荐可以住在这里的。你到市中心，像是 Tenjin 啊，或是 Hakata， 其实也都骑脚踏车15-20分钟，搭公车也不会超过半小时，而且附近有很多咖啡厅还有餐厅的选择。那我这次住的 Life 是位在天神区，它就位在博多跟大豪公园的中间，所以去两边都非常的方便。其他住宿推荐的话，在博多就可以住在 Hakata Place， 在大豪公园的话，这次也蛮多人住在 Unplan。那老实说，在福冈要住1个月的饭店，价格都不是非常的便宜。那如果你住的比1个月更长，非常推荐可以找长租的选项。我上次影片就有介绍福冈的房地产，去看了福冈这个热闹的天神区的房，价格其实算是非常的 affordable。那除了饭店之外，你也可以考量 Airbnb。我就有看到有大概4人房10天18万日币的房型。那离市区远一点点的话，其实大概2万台币也可以住到有简易的厨房、私人卫浴，还有自己房间的房型。我觉得找到一个舒适的工作空间，也能帮助你比较效率、开心的完成工作。比较理想的状态是你住宿就有提供可以工作的空间，例如说房间里就有桌椅，或是可以利用饭店的大厅来工作。临时有工作处理，或是有会议要开的时候，就可以减少那个通勤跟启动的摩擦。不过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，通常饭店的桌椅都不是为了工作设计的，所以坐久了难免会全身酸痛。那这时候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有工学椅啊、升降桌，甚至外接萤幕的空间，就可以帮助你提升工作的舒适度跟效率。那其实福冈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城市，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共同工作空间选择，我这里就不一一介绍，但是我会把清单还有朋友推荐清单都整理在影片的资讯栏。同时，我现在就位于我目前在福冈最爱的一个共同工作空间，它叫做 Soul， 是一个整座的建筑，位在海边，可以边工作边听浪声，超级享受，超级美。我甚至喜欢到是，如果我未来来福冈的话，有可能会想要考量这边的月租方案的那种。真的是我目前大概可以说福冈数1数2喜欢的地方。天哪，这里真的我觉得这里是我见过最漂亮的 coworking， 从1楼到5楼，通通都是无敌海景。然后这个4楼是一个可以办活动的 venue， 就是有一整块的木地板，一走进来就是木头的香味，然后伴随着海声，还有整片的海景环境，真的太美了。好扯哦 ！Check out the views。然后那个远方有一个岛，就是我前阵子去参加一个 art festival， 办在那个岛上，也是一个超级迷幻的体验。如果你住的是我刚刚分享的那3个区的话，其实都非常的方便。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去慢慢观察城市的感觉，所以我并没有太常使用大众交通工具。不过如果要推荐的话，我一定会首推这里的共享单车服务 Chari。我现在身后是我在福冈最喜欢的交通工具之一。那它是一个整座城市共享脚踏车跟电动脚踏车的服务。只要下载 Chari 这个 app，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这些脚踏车它们停放的位置。租借也非常简单，只要绑定信用卡，收个简讯验证以后就可以租借了。对于我这种没有日本电话的外国人来说，真的非常方便。那我觉得 Chari 跟 U-Bike 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的停放位置比较有机一点点，可能会是在全家旁边啊，或是公寓的停车格有设置。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它还车超级方便，只要把车子锁起来，它就会自动还车，就不会像 U-Bike 有时候没有还好，然后就被扣很多钱。我觉得福冈它本身非常适合骑脚踏车，因为没有太多的起起伏伏，所以骑起来是非常轻松的。再加上10月这个月份天气也比较凉爽，不会过冷或是过热，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用脚踏车的方式来探索福冈。
那计程车的话，你只要留意它有没有车顶灯，还有它的车牌是不是绿底白字或是黑底黄字，就可以安心的拦车。另外这边也可以使用 Taxi Go 跟 Uber 这2个轿车 App， 那价格我也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。福冈的地铁非常简单，有3条路线，分别是橘色的福冈机场线、蓝色的福冈香崎线，还有绿色的福冈七味线。橘色是最多人搭的路线，像是机场啊、博多、天神还有大好公园都位在这条路线上。蓝线则有比较多文化观光点，像是中洲乌台街或是亚洲美术馆都在这条线上。绿线则有比较多自然景观或是神社，像是结田神社或是博多运河城。那如果你住的比较远或是转乘比较复杂的话，除了使用 Google Map， 也可以下载 Navitime 这个 App， 它可以帮你比较详细的看到发车的时刻表。通常搬到新的城市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去考察一下运动空间。比较可惜的是，我这次在福冈，因为活动非常多的关系，所以最后考察一轮就没有参加健身房。不过在市区，我真的看到有非常多的健身房选择。比较需要注意的是，日本健身房这边会有一个入会费，然后再来才会是每月的费用。那这部分其实就我自己的经验，你是可以去跟他们的经理谈的。很幸运的是，我认识了一个朋友，是匈牙利的泰拳选手，他就认识了一个dojo的馆长，也带了我们去体验。然后我必须说，真的是我这辈子目前看过最美的健身房。It's so stick with the color. Everything's like brown and black. Even this, like this. Yeah, I love it. 里面的内装你可以看到那种木雕，然后还有小的日本盆栽，整体是采咖啡色、绿色，然后水泥黑色这样子的调性。整个健身房就是为了这整体的氛围来客制化的。那当然，我们这次去这个健身房有点像是朋友带过去的特例。不过，如果你想要体验这个空间的话，也可以 sign up 他们的课程。自从知道 eSIM 的存在以后，我在旅居的时候基本上是无条件选择它的。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不用把你的实体 SIM 卡拿出来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同时继续收台湾的简讯啊。那这个在你网络上的付款啊，或是一些验证身份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，而且不用怕你找不到那个取出 SIM 卡的针。不过如果我在一个地方待的比较长期的话，可能还是会去购入实体的卡片，因为可能会有电话号码。方案也会比较便宜。我自己习惯使用的 eSIM 服务是 AirAllo， 它有做成一个 App， 然后我很常在机场的时候才开始去购买。当你流量没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很容易在上面加值。那你当然也可以到 KKday 啊、Klook 等等其他的平台去购买。那在购买 eSIM 的时候，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它有没有支援你的手机型号，还有你有没有一些需要共享热点的需求？另外，数位游牧的保险可能也跟一般人出去旅行保的保险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跨国啊、长期的状况。我自己习惯保的是 Safety Win， 那它就可以 cover 到一些医疗的费用，还有一些旅行不便险等等。不知不觉到了旅居的倒数第4天，我发现每次离开一座城市的时候，我都会有一种复杂跟告别的情绪吗？我觉得转换城市每次都会获得很多新的想法，遇到的人，然后看他们的工作形态跟生活方式，也会去重新思考说生活可能的样貌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，这次 Co-Live Fukuoka 它有比较多的 conference， 这个是我过去住在 Co-Living 啊，或是在 Airbnb 找公寓跟朋友合租是比较不会经历的状况，算是从比较创业家的角度去看到说，哇，数位游牧生活跟远端工作跟远端经营公司的各种可能性，我觉得非常受到启发。我现在其实也还在消化这几天谈话的收获，不过有真的从我原本的框架跳出来的感觉，会去想要思考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方向可以设计。之前在我的贴文里面也提到说，我觉得成为自由工作者或是数位游牧，其实本质上就是跳脱出了传统所谓的上学啊，然后工作，然后持续的升职、结婚、生子这样子的
脉络。所以中间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说，哦，我没有了这个框架，但是我面对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未知。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这么多机会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怎么去做选择？也许很多人看来会觉得非常自由啊，然后确实我也觉得它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特权，但是并不代表说身在其中的我们从来不会觉得困惑跟孤单。例如说，数位游牧者他们就很难去找到适合的伴侣。也许大家拿的 visa 不同，也许想要去的国家或是生活状态都不太一样。你要如何找到两个刚好 on the same page， 发展出长期关系，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另外，同时我们也是一再的经历了很多习惯不断被打破的状态。不仅我们的生活成本高，摩擦成本也很高。你可以把它视为很有趣，但有时候在你想要去好好的专注一些工作啊，或是一些专案，确实会觉得这些摩擦造成了很多的痛苦跟消耗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就用这样比较简练的方式收尾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位男子说他没有很喜欢吉利卡哇，这吉卡哇，请问他主题曲怎么唱？不是他不是他主题曲，你连这都不知道，吉卡哇是其中一只的名字。哦，然后嘞？那只兔子叫做那什么乌萨基。哦，然后嘞？然后干嘛？乌萨基有主题曲吗？那也不是主题曲，是他们回家嘛 party 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啦啦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哦呀，厉害！哦哦。啊。